大家好，我又來了。今天是11月22號，禮拜六。今天早上看外面天氣，好像要下雨的。想了想，還是出門好啦，反正有雨嘛。今天也不知道要想去哪裡晃晃，反正就先把車騎出去再說咯。最近因為有買了個空拍機，所以呢，我會把空拍機帶出門啊。反正騎到哪邊可以飛，我們就飛啊。想了想，上次去汐止，好像有一條路沒有走過，我們就走那條山路去汐止吧。去上次那個涼亭那邊好像可以飛。今天的路線很隨性。沒有一定要走哪邊，然後我想說從新莊過去新店好了，從台64線翻到新店去。以往的路線大概都是從建國北路，再到木柵，再翻過國三甲到深坑。那我們今天從新莊那邊過去，看看不同的路有沒有不同的體驗啊。看這種天氣陰陰的，真的很怕會下雨。不過騎了一整天，回到家也沒有下雨啊。反正呢，賭對了，出門就是了。而且今天一整天的好心情，在回家的時候被一台車碾過左腳掌之後，整個心情都變得很不美麗。唉，反正呢，之後影片會看到。再跟大家好好的報告一下事情的始末。至於我會買空拍機呢，就是想要讓自己的眼界能夠看得更遠、更開闊。我們人類呢是2D 的生物，都在平面走來走去，看來看去，就是那個風景就是在你眼前這樣子而已。那如果說能夠有個工具可以飛到你頭上去，到處看、到處拍，我想那應該會是不錯的體驗啊。我看很多人，有了空拍機之後，整個生活更精彩啦。所以呢，我想說，我也來買台空拍機看看咯。我們從市民大道上去，從忠孝橋到新莊，再從思源路上台64線到新店。其實，在更早之前，我同學有借我一台空拍機。他很少在玩，所以呢就借我玩了一下。我的同學很有趣啊，他每次買什麼新的攝影器材啊，像Insta360全景的攝影機，他玩一玩也是丟給我玩。然後買了空拍機玩一玩也是丟給我玩，好像是要吊我的興趣哎。我每次被他吊得癢癢的，但是每次都忍下來，因為我覺得那好像是一種奢侈品，因為很貴啊，我買不起啊。那個 Insta360的全景相機，我玩了很久。我曾經拿它拍過全段的北宜公路，就是從新店到頭城，我用360拍過一次。我後來發現不好處理啊，那個影像轉檔很花時間，上傳也很花時間。但是上傳上去呢，帶上 VR 的工具啊，頭轉哪邊，你的視線就朝向哪邊，我覺得非常有趣啊。但是呢，看的人好像不多，後來就覺得蠻灰心的，我就不玩了。很快就到新莊了，左轉就是思源路。那思源路，騎到底了，就是上大漢橋，大漢橋下來就直接台64線。本來騎得好好的，但是到了新店的末端匝道下來的時候，開始塞車啦！塞車真痛苦，離合器都不知道怎麼處理啊，要踩空檔呢，還是捏着呢？總之呢，搞得我很亂，而且手好痛哦。匝道末端的車遇到橋下的車，就會交織在一起，
因為左轉的呢可以去永和，右轉可以去安坑，那直走呢可以到新店，所以呢三股勢力交織在一起，然後又要分3個地方去，所以呢就會交織打架。我在那邊塞了好久啊，終於趁隙逃脫，走上了秀朗橋，到了新店。这时候發現，油亮的燈號亮起，是該去加油了。但是我們現在在橋上，要再下去找個加油站有點麻煩，那不如我們就到新店去加油好了。我曾經有一次在台三線跑來跑去的時候，發現，油表燈號亮起了，但是呢，我騎了大概30幾公里，發現沒有加油站，哇，嚇死我了！趕快停在路邊，找一下附近最近的加油站，結果是在10幾公里外。哇靠！好加在，我撐到那邊去的時候，油表的那個燈號變成紅色了，表示說你再不趕快加油，可能就會掉在路尾。到新店之後，有很多加油站可以選，有中油的，也有台塑的。我後來選擇中油的，因為我車友跟我說，要加油記得找中油，而且一定要直營店的哦，才不會亂加一些有的沒的添加劑，傷害車子的引擎。我後來有聽進去啊，就是基本上加油的話，盡量找中油的加油站，加個油，休息一下，喝個水之後，接着往木柵方向前進。我們要從木柵交流道上佛山甲到深坑去，從深坑到石碇，再翻過山頭到汐止。那我後來很後悔選擇這條路，因為很多紅綠燈啊，基本上沒幾個路口就遇到紅燈，沒幾個路口遇到紅燈。雖然是不趕時間吶，但是這種心情你知道嗎？出去玩的心情就瞬間被紅綠燈折磨的差不多了。上了木柵交流道之後，就放飛了自我啦，時速從70、80、90，但是很快我們要降回40、50啊，因為前面就會接到平面道路了，不能騎那麼快啊。而且我們到了深坑了，很快，真的是很快，真的，一點那種催油門的感覺都沒有，就到了。我第一次騎重機上國三甲，我又把影片播到 YouTube 上面去。有個網友看了之後在下面留言說啊，你們就是買不起車子才會想說把摩托車騎上來。我看完整個傻眼呢。國三甲是重機可以上來的路段啊，只要你是黃牌或紅牌就可以上來啦。他為何口出此言呢？好像一副你就是買不起汽車才會騎機車上來啦，這種感覺啊。殊不知，我有4輪汽車啊，重機只是我平常休閒的交通工具啊。真的是不需要用這種嘴臉來講這個事情。政府有開放啊，不是沒有啊，我也不是偷跑上來的啊。前面就是碇南路啦，台106線通往汐止的3條路之一。另外一條是光明路，就是上次從山洞穿過去這條。那在更後面呢，有一條叫做汐平路，從平溪通往汐止的路。那我們這條碇南路就是最後一條還沒有騎過的路。騎完這條就等於把這3條通往汐止的路都騎過了。
那這條路基本上沒什麼特別的，就是山路，很好騎啊，也沒什麼車，路面也還好，沒有很窄啊，只是後面的一些路面有點破碎，要稍微小心一點。它的彎呢不多，都是很好克服的彎，騎在這邊還蠻舒服的。隨着山路繼續向上，海拔越來越高，我想說一定要找個地方來飛一下無人機。我想到上次那個山洞穿過去這條光明路，路底有個觀景涼亭，好，就選擇那條吧。我們就到那個涼亭去飛吧。飛空拍之前一定要看一下民用航空局出的App， 它會告訴你什麼地方可以飛，什麼地方有管制，什麼地方是完全禁飛。因為台北市有一個松山機場，所以它的禁飛區很大，那它的限制區也非常大。限制區呢，你只能飛60公尺高，那你禁飛區是完全飛不起来。那平常一般的沒有管制的區是120公尺，所以無人機呢最高呢就是離你的看你現在多高的地方，再向上120公尺。好了，前面就到我們涼亭了，準備好起飛啦！因為還不太熟操作，所以大概摸索了一下之後，才敢把飛機飛上去。那上去之後，其實也沒什麼風景可以看啊，因為天空霧霧的，然後陰陰的，沒什麼太陽啊，頂多就是熟悉一下操作界面，然後飛出去大概300公尺就回來。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涼亭，然後俯瞰整個台北市區，差不多啦，就這樣啦。那記得我們最高是，你所在的海拔再加上120公尺。那最遠的話就是可以飛300公尺。好，回來，我們準備去南港的山水綠公園啊。其實今天的重點是山水綠生態公園啊，舊名叫做福德坑垃圾掩埋場，但現在把它弄成公園之後，整個綠意盎然了。我們下山就走那個舊莊路過去。这台無人機標榜是249公克，在免登記的邊緣呢。但是呢，你只要插上記憶卡，就會超重了。這是什麼怪設計呀？反正呢，我有去民航局登記了，他會給你個序號，那你要把這個序號貼在無人機的機身上面。我是比較好奇，真的會有人去檢舉你的無人機超重嗎？我是沒有聽說會這樣啊，但是呢，為了讓自己不會遭到這種麻煩，還是去把無人機登記一下好了。不貴，就是花個手續費50塊錢。啊，50塊錢呢，就會讓你有個序號，那貼在飛機上面。這邊果然是茶葉的重鎮啊，很多製茶廠，有的做的好像很厲害呢。下次有機會再來這邊參觀參觀。沒多久我們就會到了南港市區啦。我們這時候要去山水綠生態公園。結果一進去呢，發現好像，公園裡面居然有軍隊在演習耶。
啊，還好他們只有站一個角落而已。我們空拍的時候不要飛到他們頭上去，也不要對他們拍照，應該就沒什麼問題啦。我把椅子拿出來坐，然後找個舒服姿勢，把無人機拿出來玩了一下，這邊飛那邊飛。完整影片呢之後會放到網絡上去，讓大家觀賞。那熟悉了一下操作界面之後，把2顆電池用光了，就收一收，開開心心的回家啦。其實還蠻漂亮的哈。在回家的路上等紅燈的時候，發現我的左腳掌有東西壓上來，那種異物感啊，我覺得好像是狗跑來這邊撒嬌。後來不是是定眼一看，是一台車子，它的右前輪壓在我的左腳掌上啊！哦，我瞪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他也沒意識到他的車輪壓在我腳上，我真的很生氣哦。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，反正等一下影片給各位看一下，到底當時發生什麼事情。哦，真的是非常氣憤。各位有看到嗎？我拍了他的引擎蓋之後，他才意識到他的右前輪壓在我的左腳上。他往後面退了一下之後，又想把車子往前開。啊，搞什麼鬼啊？他想超車也不是這樣吧？我前面還有車要過我上了環東大道，他也上了環東大道。他跟在我後面跟了一陣子，然後找了個機會鑽了車縫，就往前跑掉了。我看他的車子好像狀況不是很好啊，那邊一個洞，那邊一個洞，那邊有傷痕，那邊有撞痕啊。反正呢，這種人以後呢，大家看到稍微小心點，離他遠一點啦。後來我看行車記錄器，他本來停在我後面，可能是覺得我怎麼都沒有走了，所以他就把車嘟出來停到我旁邊，剛好就粘在我腳上。幸好今天穿的是車靴啊，鞋頭比較硬一點，所以呢，轮胎碾上來，基本上就是有東西壓上來的感覺而已，沒有造成什麼傷害。不幸中的大幸啊！我們從梯頂大道回去士林，因為還沒到下午5、6點，所以沒有什麼車，就很順暢的回到了士林了。撇除掉腳被碾的那一段，我覺得今天還蠻好玩的就飛飛無人機啊，然後看看風景啊，熟悉一下操作的界面。我到這裡才發現，我今天中午沒有吃東西耶，早餐沒吃，中午沒吃，哎呀呀，到底怎麼了？一點都不覺得餓好了，影片到這裡就快結束了，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影片，我們下次見哦，拜拜。